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生孩子那天，羊水先破了，我疼得死去活来，婆婆却因为我出门先迈了右脚而拦住我的去路，一定要等村口王神婆来做法，说要洗去我的过失，保佑我给她生个孙子。后来我大出血，导致一尸两命。再度睁眼，我回到了刚结婚的时候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死后，我的灵魂飘在空中，婆婆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咒骂我不听她的话，死了还要带走她的孙子。3岁的女儿趴在我已经凉透的身体上，稚嫩的小手轻轻拍打我，就像我哄她睡觉那样。妈妈，你累了就睡一会儿，我抱着你就不冷了。我泣不成声，彤彤，妈妈的宝贝，妈妈对不起你。婆婆暴躁地把女儿从我身上拉开，一把甩到地上。赔钱货，趴在死人身上也不嫌晦气。彤彤哭着从地上爬起，再次扑到我身上，又被婆婆推倒，而她的爸爸高晨就站在一旁看着，始终无动于衷。爸妈匆匆赶来，我妈看到这一幕就和婆婆扭打在一起。高晨劝架无果后，竟将我妈推倒在地。我爸被气得心脏病发，当场离世。爸，我哭得声嘶力竭，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爸倒地不起，死在我面前。我好恨，要不是我当初不顾爸妈的反对，偷偷怀了高晨的孩子，就不会导致这一切悲剧的发生。如果我能再活一次，我一定要让渣男一家付出代价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刚结婚的时候。大年初2，到处都是张灯结彩，喜气洋洋。我跟着爸妈来给外婆拜年。外婆有4个女儿，1个儿子。舅妈如众星捧月般坐在人群里指点江山，看见我微微隆起的肚子，小小，去看了吗？男孩女孩？没有。刚刚还满面笑意的我，脸色一沉，冷冷地回答。气氛顿时有些尴尬。我妈赶紧打圆场，男孩女孩都一样，都好。舅妈张扬惯了，许是觉得我没给她面子，脸上有点挂不住。我可都是为你好，如果是个女孩，早早拿掉也不伤身体。舅妈和我的婆婆是表姐妹，一样的迷信，一样的重男轻女。上一世就是在她的介绍下，我认识了高晨，鬼迷心窍爱上了他，不顾父母反对，未婚先孕，才导致了我的悲剧。他还在一旁滔滔不绝地说着高家3代单传，高晨必须有个儿子。一众亲戚都在点头附和。舅妈，我大声打断了他，秦晴都生了2个女孩了，你怎么没告诉他要早早把孩子打掉？见我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宝贝女儿，他立刻不乐意了。你表姐的嫁的是高知家庭，不在乎这个，你和她情况可不一样。我这个情况还不是拜你所赐。他指着我，半天憋出来4个字，不识好歹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挽着妈妈的手，路灯将我们一家3口的身影拉得好长。爸妈，我好爱你们。面对我突然的表白，爸妈先是一愣，妈妈随即摸了摸我的额头，没发烧啊？说什么胡话呢？年后，我开始拼命攒钱，别人嫌钱少不愿意接的活我都接了，零食一类为了省钱全部戒掉，就是为了在生下彤彤之前尽量多的存一些钱。上一世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我，为了高晨辞去高薪工作，和他一起回了农村。他发誓会一辈子对我好，我心甘情愿做起了家庭妇女。起初，高晨对我不错，会主动把赚的钱给我，也会时不时的为我制造一点小浪漫。后来他迷上了打牌，工作都不干了，每天起早贪黑的打牌。
再后来，她把我的积蓄也都输光了。生完彤彤，我连奶粉、尿不湿都买不起，全靠我爸妈的接济。婆婆因嫌弃我生了女孩，不但月子里没有抱过彤彤，平时对彤彤也从没有过好脸色，总是骂她赔钱货。我甚至不敢想，上一世我离开后，彤彤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人生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丢下她一个人受苦，我要改变她的命运，我要让她成为最幸福的小孩。很快就到了我生孩子的日子，结合上一世的经验，我提前打了120。120来接我的时候，婆婆拦住我：“小小，听妈的，让120回去，等你有动静了，让高晨送你去。一趟120得好几百，不划算，钱已经交了，退不了了。”她接着又提出一个奇葩的要求：“那你等等再走。我找你王婶来施个法，保证会让你生个男孩。”太可笑了，我实在不想和他纠缠，甩开他的手就要上车。这一次我只想平平安安地生下孩子，谁知婆婆竟躺在救护车前，说什么也不让车子走。我给高晨打电话：“你赶紧回来，你妈要被撞死了。”不到5分钟，高晨气喘吁吁地回来，见婆婆躺在车底，妈宝男哭嚎着冲上去：“妈，你怎么？”婆婆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儿啊！“妈，这都是为了你们好啊！你爸走得早，妈没本事给你更好的生活，妈就是想给你们省点钱。”小小她不理解啊！一出母慈子孝的大戏在车轮底下精彩上演，旁观的医生护士看不下去。我们已经等了快1个小时了，超过1小时双倍收费。婆婆一听要双倍收费，一咕噜爬起来，拉着高晨就上了车，仿佛刚才躺在车底下哭的人不是她。一路上，婆婆一直在叨叨地说个不停：“小小，你一会儿进医院一定要左脚先进去。小小，咱可不能学别人做剖腹产，自己的生孩子聪明。高晨，花钱可不能大手大脚，不该花的绝对不能花。佛祖保佑，佛祖保佑。小小一举得难，让我们高家有后。”我的肚子已经开始疼了，车上地方又小，她一说话唾沫星子乱飞，我实在受不了。能不能闭嘴？烦死了！你婆婆就要发作，被高晨出声制止：“妈，你快别说了，小小正难受呢。”婆婆瞪了高晨一眼，恨恨地骂了一句：“没出息！”一进医院，我就被推进产房，我疼得满头大汗，哭着喊着要打无痛。婆婆一听就炸毛了：“你还想花多少钱啊？生个孩子花样百出的。”高晨难得没有听他妈的，直接签字，气得婆婆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骂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。护士劝不住，直接叫保安把她抬出去了。我费了9牛2虎之力，历时4个小时才把彤彤生下来。再一次看到她，我忍不住泪流满面：“宝贝，好久不见。”得知我生了个女儿，婆婆直接从医院回家了。住院期间再没有踏进过病房半步，直到我月子都做完了，才假惺惺地提了2盒鸡蛋来，连一个正眼都没有给过彤彤，张口闭口都是让我好好调养，明年再生一个。我微微歪头，冷笑一声，眼神里都是轻蔑和厌恶，故意拖长音调：“我是不生了，要不你自己生。”婆婆先是不敢置信，随后表情狰狞：“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”“不说了，好话不说第2遍。”婆婆扭曲着嘴，似乎想要咒骂我，指着我的手也在发抖，看出来她想打我。恰逢高晨打牌回来，输了钱，心情正不好，看到婆婆的表情，不耐烦地抱怨：“哎呀妈，你又怎么了？问你娶的好媳妇。”不等高晨开口，我先发制人：“高晨，
妈说她要给你生个弟弟。什么？高晨一脸迷茫地看看我，又看看婆婆。妈说了，你们老高家必须有个男孩，我没生出来，她就决定自己生。这天，我正在给彤彤换纸尿裤，婆婆又开始嘴贱，生个丫头片子，还把自己当公主了。什么无痛，一针好几千，就生个赔钱货出来。纸尿裤一片好几块，真是个赔钱货，闷死她才好。我疼的一下站起，拿起刚换下来还带着屎尿的纸尿裤，扣在她头上。她惊叫着扑过来就要打我。身高不足1.6米的她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，还没到跟前就被我一脚踢倒在地。你竟敢打我，苏小小！你等着！我恨恨地瞪着她，下次再敢骂我女儿，我把她塞你嘴里！婆婆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我，在她的印象里，我一直都是唯唯诺诺、逆来顺受。没想到我今天不但骂了她，还打了她，一时接受不了，躺在地上捶胸顿足，撒泼打滚儿，惹得周围的邻居也来看热闹。她趁机哭诉：我老太婆不活了，儿媳妇生不了孙子，还打我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了？她以为周围有人我就会害怕，但我已不再是那个懦弱的苏小小，我现在是牛骨鹿苏小小。她会哭，难道我就不会吗？酝酿了一下情绪，我委屈起来。我是打了她一下，因为我实在气不过。她平时怎么欺负我的，你们都知道。她是我婆婆，我忍了，但是她每天都在咒我女儿去死。你们说哪个当妈的能忍？说完我就捂着脸呜呜地哭了起来。看热闹的邻居收起准备教育我的话，把矛头指向了婆婆。桂兰啊，你这样就不对了，再怎么也是你是孙女，怎么能让孩子去死呢？婶子，不是我说你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怎么还搞重男轻女那一套呢？谁要是骂我孩子去死，我要跟他拼命的。是啊，小小平时多乖呀，要不是受了天大的委屈，怎么可能动手？哎，婆婆见没有一个人替她说话，反过来都在指责她，脸臊得通红，爬在地上一言不发。等邻居们都走后，才灰溜溜地走了。这之后，她就消失了。高晨打电话找她，她只说自己有事，忙完就会回来。再次见到婆婆已经是2个月后了，一回来就给我们丢下一个重磅炸弹，大摇大摆走到我面前，得意地说：我要结婚了。我在心里冷笑，失踪这么久，原来是给自己找老头去了。妈，你又做什么妖呢？是不是遇见骗子了？婆婆白了高晨一眼，别胡说，人家可是个大学教授，我有什么能给人家骗的？接着就开始眉飞色舞地讲那个教授有多优秀，对他有多好。他这么一说，高晨更急了。那人家大学教授看上你什么了？看上你年纪大，看上你没文化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怎么就不能有人喜欢我吗？其实婆婆挺年轻的，她结婚生孩子都早，今年才45岁，而且长相气质都不赖，有老头喜欢也正常。不过她口中的这个教授是个骗子，上一世她对这个假教授动过心，我怕她被骗，偷偷调查过，是个专门骗中老年妇女的惯骗，也根本不是什么教授。不过这次我不会再告诉她了，我要眼睁睁地看着她跳火坑。高晨和他妈已经吵起来，婆是铁了心要当教授夫人，根本不听劝，还责怪高晨不理解自己，挡着他追求幸福。高晨也第一次对他妈有了强烈的不满。我每天一个人照顾彤彤，独自带娃的狼狈和崩溃都是靠自愈度过。高晨每天早出晚归打牌输钱，迷失在黑暗中无法自拔。婆婆每天喜气洋洋地谈着恋爱，全然意识不到骗子就在身边。很好，我们3个人
都有美好的未来。女儿半岁的时候，高晨开始鬼鬼祟祟，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，有时甚至不回来。上一世，他迷上了隔壁村一个比自己大13岁的老女人。后来他们的奸情被女人的丈夫和儿子发现，要打断她的腿，还是我跑回娘家问爸妈借了钱赔给人家，才保住了她。这母子俩还真是一个德行，一个找老男人，一个找老女人。我装作什么也不知道，每天除了带好彤彤，就是等他们遭报应的那一天。自从和那个女人勾搭在一起，高晨的钱明显不够花了。他多次暗示我回家找我爸妈借点钱，我只装作听不懂，在我这里要不到钱。他又把目光转向他妈，想要他爸留下的那笔赔偿金。高晨他爸几年前为了给厂里抢救物资，在大火中丧生，作为家属，婆婆得到了一笔不小的赔偿金。她一向节俭，再加上高晨他爸给她留下的钱，婆婆手里应该是有不少钱的。但她为了讨好教授老头，把全部的心思都用来打扮自己，经常给老头买礼物，花钱如流水。高晨他爸意外身亡的赔偿金已经被他花去了一大半，他拒绝把钱给高晨。母子情深的俩人因为钱情不在身，中间出现了裂缝。即使这样，婆婆也不忘催我生二胎，给他们老高家生个儿子。她说的话，我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，也不和他正面冲突。以我对他们的了解，不用我出手，他们母子俩就能自己作死自己。一天，我在镇上给彤彤买完奶粉，正要回家，忽然看见婆婆神色慌张地从药店出来。我觉得奇怪，就悄悄跟在她身后。她进了路边的公共厕所，等了一会儿见她还不出来，我本想离开，就在这时，她一脸喜色，神采飞扬地从厕所出来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进去吃了大席呢。我觉得奇怪，等他走后，我溜进厕所，真臭啊！在这里住了1年多了，我还是第一次进公厕。这厕所只有2个隔间，其中一个有人，那婆婆刚才上的肯定是另外一个。我捏着鼻子，小心翼翼地走进满地垃圾的坑位，一眼就看见了垃圾桶最上面的验孕棒。这清晰的2道杠让我一下就明白了婆婆刚才的喜色是来自什么。我一如往常的回到家里，高晨破天荒的没出去鬼混，见我回来，他讨好的凑到我跟前，小，我找了个工作，准备上班了，挺好的。见我态度冷淡，他直接开口，这个工作需要先交3000块押金。我知道我此时应该问他什么工作，为什么还要交押金？可我就是不问，冷冷开口，那你交啊。见我还是这种态度，他明显急了，老婆，能不能给我点钱？等我上班发了工资就还你。没钱？我依旧冷淡的语气激怒了他。什么？没钱？彩礼呢？我给你家的彩礼呢？你也知道那是给我家的。他一时无语，态度软了下来。那怎么办呢？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工作。我白他一眼，想不通我上一世到底是怎么看上这个废物的。长得不好，人品不好，脑子也不好，再加上他那个妈，简直就是在叠 buff。要不你去找妈问问，他不是谈了个教授对象吗？应该挺有钱的。在我的提醒下，高晨果然去找婆婆了。晚上，她灰头土脸地回到家里，一进屋，往沙发上一倒，一声不吭。我倒了杯水给她，坐下问：怎么了？一开始她什么都不说，我等得有些不耐烦，正要起身，她却开口了：妈说她以后不管我了，她要过自己的生活。我内心冷笑：老太婆，你的生活马上就要天崩地裂了。恶人自有恶人磨，
你就好好享受吧。我假装安慰妈，怎么突然说这个？高晨像是真的被婆婆的话伤害了，情绪十分低落。老婆，妈好像真的不要我了。她今天看见我都没笑，总感觉她突然变了个人。我拍拍她的手，柔声安慰：别多想了，可能是妈今天心情不好。过2天我做一桌菜，叫妈过来，你们好好谈谈。谢谢你，老婆。饭桌上，我把1碗鸡汤推到婆婆面前。妈，我看你最近气色不太好，特意给你熬了鸡汤，补补身子。一进门，看到这一桌子的大鱼大肉，婆婆一直强忍着恶心。等我把鸡汤推到她面前，她终于忍不住了，冲进厕所就哇哇的吐。看到婆婆的反应后，我确定了自己的猜测。高晨着急地站在厕所门口：妈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你去吃饭吧。婆婆在卫生间一直不出来，我适时冲卫生间喊道：妈，鸡汤都凉了，你没事就出来喝汤吧。听到鸡汤2字，卫生间里又传来一阵哇哇的吐声。这反应，怀孕应该有3个月左右了。看来婆婆是决定要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了。高晨这边也不安宁，那老女人的丈夫知道了他俩的事，一直在找她，怪不得最近连牌也不打了，说是找工作，其实是想出去避风头。不等她找到工作，那女人的老公就先找到了她。我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，说高晨被人打了，让我赶紧去一趟，把彤彤安顿好。又给婆婆打了电话，就匆匆赶到派出所。一看到高晨，我险些被吓晕过去。高晨满身是血，双腿血肉模糊地躺在墙角的简易床上，眼睛肿得像2个充血的核桃，一张嘴，血沫就顺着嘴角往出冒。我想过他会被打得严重，没想过居然打得这么严重。突然一声哀嚎响起：儿啊，你怎么成这样了？你叫你妈可怎么活呀？一旁的警察忙拉住他，扶他坐在椅子上。他断断续续地嚎了几个回合后，警察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的都跟我们说了。警察同志，你可要为我们孤儿寡母做主啊！他爸走得早，我拉扯他这么大不容易，你让我老婆子怎么活呀？婆婆哭得声泪俱下，肝肠寸断，真是让闻着都伤心啊！小警察安慰她：阿姨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让伤人者得到法律的制裁。婆婆闻言抬头问那警察：那会怎么样？故意伤人且情节严重的，处3到5年有期徒刑。小警察一脸认真，婆婆却好像没听进去。那钱呢？能赔多钱？如果私了，能赔多少钱？话一出口，雷得在场所有人外焦里嫩。我赶紧制止她：妈，我们不和解，必须让那人坐牢。婆婆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：你懂什么？让他坐牢对我们有什么好处？你清高，你不要钱，那把钱都给我好了。满场的人再一次被他雷到，我也不再说话，只是看向墙角的高晨。被打变形的脸已经看不出任何情绪了，他应该也挺心寒的吧？自己的亲妈眼睛里只有钱，完全不管他的感受。婆婆很快就和对方签了调解意见书，对方一次性付给我们10万，我们不再追究，钱很快就打过来了。看得出来，对方也不想再和我们纠缠。婆婆取出3万摔到我面前：你清高，那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这钱给你，好好照顾我儿子，要是敢对我儿子不好，我饶不了你。说完就扬长而去。我拿这钱请了村里的光棍汉，每天来照顾高晨，他也算尽心。3个月后，高晨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，只是永远也站不起来，终身只能坐在轮椅上。高晨的脾气一天比一天暴躁，
动辄摔碗骂人，故意在床上拉屎撒尿。我威胁他：高晨，你在外边和有夫之妇鬼混，把自己搞成这副鬼样子，你妈都不管你了，你再做我也不管了。我这句话简直是在高晨的伤口上撒盐。自从高晨受伤以来，婆婆只来看过一次，坐了10分钟不到就要走。高晨拉住她：妈，你到底在忙什么？我都成这样了，你也不管，你到底还是不是我妈？婆婆有些动怒，但看到高晨委屈巴巴的眼神，到底是自己儿子，怎么能不心疼？她拿手机又给我转了2万块钱。小小，妈知道你是最善良的，妈以前对你不好，总是逼你给我生孙子。你放心，只要你和高晨好好过，我再也不逼你了。我看着婆婆已经隆起的肚子，内心冷笑，这是想哄着我，让我一辈子都伺候她这个废物儿子。婆婆走后，我告诉高晨，妈好像怀孕了。什么？你疯了？她瞪大了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妈肚子都大了，你就没觉得妈最近很奇怪吗？听我这么说，高晨皱着眉头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像是在回忆婆婆最近的种种反常。突然，她眼神阴鸷，语气骇人。怪不得不催我们生2胎了，原来是要自己生。婆婆生孩子那天，她的教授老头突然就消失了，到处都找不到。没办法，她只能给我打电话，让我送她去医院。我又没车，怎么送你去医院？你先过来，打120，让他们来接我。你陪我一起去医院。120，那一趟得好几百。妈，你也知道，高晨现在这种情况，我还有彤彤要养，不然我去叫村口的王神婆帮你接生吧。你不是说她有经验吗？而且还省钱。我自己掏钱。你快过来。我不急不慢地来到婆婆家，120已经到了，在等家属。四周已经围过来不少邻居了，都在指指点点，交头接耳。小小，你快点！我疼死了。婆婆有气无力靠在门上。妈，教授伯伯呢？你都要生了，他也不管你，怎么只管种不管收啊？太过分了！婆婆恶狠狠地瞪着我，眼神像是要把我生吞活剥了，但是又不敢在这个时候得罪我，毕竟现在除了我，没有一个人会管她。快走吧！医护人员催促。我随救护车到了医院。婆婆因为年纪大，属于高龄产妇，为了防止意外，医生建议剖宫产。我拒绝签字。医生，我婆婆身体可好了，在村里和人吵架，能连续吵3个小时，她可以自己生。医生看我油盐不进，又去跟婆婆说。婆婆在产房里给我打电话：小小，算妈求你了，你就把字签了吧。妈，不是我不签，主要是自己生能省1半钱呢。你也知道高晨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还有彤彤。好了，你别说了，我现在给你转钱。叮，微信提示音响起，婆婆给我转了3万。我收完钱，然后签字缴费。等我办完所有手续，孩子已经生出来了。护士抱着孩子在产房外到处找我，一看见我，脸色铁青，把孩子塞到我手里。男孩6斤9两，看着这个胖嘟嘟的小脸，不由得想起彤彤刚生下来，只有4斤多，胳膊细得像2根树枝，总是怕一不小心就被掰断了。这个孩子可真胖啊！婆婆出院后想来我家住，被我拒绝了。她又提出让我去伺候她坐月子，我当然不肯。她给高晨打电话，高晨也不接。后来我听说，婆婆抱着孩子去大学找那个教授，被告知根本就没这个人。她走投无路，抱着孩子在我家门口坐了一整夜。高晨终究是不忍心，让婆婆进了屋。在她的哭诉下，我才得知那个男人
以投资项目为由骗走了婆婆15万，又哄着她把自己住的老房子低价卖了，然后卷款潜逃。也就是说，婆婆现在没钱没房，还要养孩子。她妄想我和高晨能帮她养儿子，休想！我当即表示拒绝。她又把目光投向高晨，高晨，他可是你弟弟，你不能不管啊！可是此时的高晨已经被婆婆伤透了心。我爸出车祸的赔偿金，我问你要了多少次，你都舍不得给我，居然轻易就给了别人。我断腿换来的调解费，明知道我成了这个样子，你捏在手里不给小小，还是给了别人。你真的是我妈吗？面对高晨一句一句的质问，婆婆几次张嘴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可是即使这样，她也赖在我家，不愿意离开。人不要脸，果然天下无敌。婆婆完全不懂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道理，她无视我嫌弃的眼神，听不到高晨恶毒的咒骂，依旧我行我素，抢彤彤的奶粉给她儿子喝，抢彤彤的辅食给她儿子吃，抢彤彤的纸尿裤给她儿子穿。这天，我带彤彤晒太阳回来，高晨和婆婆两张脸阴沉的就像两个死人。看着桌子上的那个本子，我明白了，这个本子上贴的都是我和前男友的聊天记录，这是我自己的小习惯。和高晨谈恋爱的时候也有，因为是情侣，所以说话比较亲密。我质问：你凭什么翻我东西？婆婆一副小人得志的表情，指着我的鼻子：苏小小，你说说吧，彤彤到底是不是我们高晨的种？你凭什么翻我东西？我又问了一遍：你这个贱人，如果你没问题，为什么还留着这些东西？你们是不是又旧情复燃？你到底给我儿子戴了几顶绿帽子？你说呀，你和这个男的现在还有关系吗？是不是人家不要你了，你找我儿子当接盘侠呢？怪不得我怎么看这个赔钱货都不喜欢。我现在怀疑他根本就不是我儿子的。看着他唾沫横飞，污言秽语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啪一声清脆的耳光，屋里顿时鸦雀无声。高晨和婆婆两个人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少在我家犯病，赶紧给我滚！婆婆扑过来就想打我，被我又重重地甩了一记耳光。高晨，叫你妈赶紧从这个家滚出去，如果她不滚，我们就离婚。我带着彤彤走。撂下这句话，我抱着彤彤进了房间。不知道高晨是怎么和他妈说的，只听见婆婆的哭声和咒骂声。第二天一早，婆婆和她小儿子的东西已经都不在了。就在我感慨终于能清静的时候，接到了我舅妈的电话：小小，你婆婆要跳楼，你赶紧过来呀！跳楼？我才不信那老太婆会跳楼。她死了，她亲生的小儿子怎么办？她要跳楼，你找警察，找我有什么用？舅妈急了：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她再怎么说也是你婆婆，是高晨他妈。她那种人，如果真跳楼了，也算是回报社会了，我也正好解脱。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舅妈对我的话很不满意，咬牙切齿地质问我。高晨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，吓得我把手机掉到了地上。苏小小，她再怎么说也是我妈，是你妈你去救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以我对婆婆的了解，她现在是想用一哭二闹三上吊来要挟我和高晨，再借她10个胆子，她也不敢跳楼。高晨指着我，手抖得厉害，估计是被我气的。你给我叫车，我要去救我妈。最终我还是和高晨一起来了传说中我婆婆要跳楼的地方。我也想看看婆婆究竟在耍什么花招。好家伙，3层高的楼房，楼下都是草坪，逃生气垫也铺好了，真难为她能找到这么一个适合跳楼的地方。
看了一圈都没找到他的人影，问了旁边还没散去的围观者，才知道婆婆已经被劝下来了，现在去了派出所。我又和高晨赶往派出所，在警察同志的批评教育下，高晨再三保证不会让婆婆无家可归，婆婆这才同意和高晨回家。回到家中，我问高晨怎么办？你准备把你妈安顿到哪里？小小，要不行，我知道她要说什么，直接拒绝。婆婆坐不住了，苏小小，这是我儿子的房子，由不得你来做主，由不由得我都要做主，我针锋相对。婆婆被我气得不轻，开始骂我，真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女人，给自己老公戴绿帽子，还要赶走婆婆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。我继续嘲讽，我不要脸，我再不要脸也没有被野男人把钱骗光，也没有给野男人生孩子。这句话戳中了婆婆的痛处，她面目扭曲地指着我，满嘴喷粪，句句国粹。我拿出手机录下她骂我的视频，你骂吧，我把视频发网上去，让全国人民都来评评理，看一看到底是谁不要脸。她气急败坏地扑过来抢我手机，我躲了一下，她直直地撞到饭桌上，碗筷哗啦啦碎了一地。够了！高晨大吼一声，妈，你想住在这里，最好安分些，别惹小小不高兴了。我说了，她不能住在这儿，这个家里有我没她，你让她住下，我们就离婚。我撂下狠话，一听我说离婚，婆婆就怂了。她也明白，现在这种情况，如果真离婚，吃亏的还是她儿子。高晨摇着轮椅过来想拉我的手，被我狠狠甩开。高晨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如果3天后你妈还在这里，那就离婚。房子是你的，我不要，我们也没什么钱，都给你，孩子我抱走。说完，抱着彤彤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。我回娘家住了3天，爸妈也支持我离婚。我妈语重心长地跟我说，其实高晨被人打断腿的时候，我就想让你离婚了，见你没那意思，我就憋回去了。妈，对不起，让你和我爸操心了。3天期限到了，我把彤彤交给我妈，就去找高晨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婆婆还在家里，见我回来，赶忙讨好的凑到我跟前，小小回来了，吃饭了吗？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我不理她，径直走到高晨面前。才3天不见，他双眼无神，面如死灰，仿佛一下老了好几岁。我开门见山，你决定了，选你妈？他没直接回答，开始忏悔。小小，这3天我想了很多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你应该过更好的生活，我不能把你拴在这个没有希望的家里。我同意离婚，明天我们就去民政局。婆婆在一旁还想说话，儿子，你不能。妈，你别说了，我已经决定了。第2天，我和高晨就办理了离婚手续，走出民政局的大门，晴空万里，所有的阴霾在这一刻都被一扫而空。我和高晨简单的告别后，转身大踏步往前走了。高晨的啜泣声在身后响起，我没有回头，该放下了，迎接新生活。最后一次见到高晨是3年后，我开车带着彤彤经过一处废旧的工厂，婆婆在捡废纸盒和瓶子，头发都白了，一边捡一边对着高晨骂骂咧咧，我真是命苦，一把年纪还要养你，你当初还不如让那人打死了，累死我了。高晨坐在轮椅上，眼神呆滞，看不出来任何一丝情绪。小男孩穿的又脏又旧的衣服，躺在一个大纸板上睡着了。彤彤问我，妈妈，你在看什么？我回过神来，彤彤，把你刚喝完的空瓶子扔出去。彤彤听话的用尽力气把瓶子扔到高晨脚边，那张麻木的脸转过来，
我已经关上了车窗。彤彤，我们回家。故事完。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新婚第2天，向来好声好气的婆婆变了脸，门都不敲就闯进我们卧室，一把先翻开我的被子。你妈没教你要早起给公婆问好，还是现在好呀？以前我年轻的时候，婆婆打儿媳多得势，我要不说您命好，这不儿媳打婆婆也被您给赶上了。新婚之夜，我和老公大战到凌晨2点，睡得正香，窗帘突然被人猛地拉开，刺眼的阳光照在脸上，对光异常敏感的我一下惊醒，发现婆婆竟站在我们床前。妈，您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？我半是吃惊，半是生气地脱口而出。婆婆一改往日的和颜悦色，脸色铁青，还阴阳怪气地道：“今天太阳好，我来给你们晒晒被子，赶紧起来吧。”说着，她一把掀开我的被子，看见我只穿了内衣，神色怪异地走了，嘴里还嘀咕着：“光天化日的，真不害臊。”凉飕飕的风吹得我直打哆嗦，我火气一下子直冲天灵盖。不是，她有病吧？再看看老公被精心掖好的被角，我的心里更不是滋味，一巴掌把身旁的人打醒。被扇醒的老公睡眼惺忪，不以为意地说：“这你都没看出来，我妈这是生气了，怪你没有早起给她问好。早起问好？呵，我妈可只教过我，祭祖上坟要赶早。”门外传来婆婆打电话的声音，声音之洪亮，无疑整个小区都能听见。她小姨呀，真羡慕你有个这么好的儿媳妇，看看我家这个，新婚第2天，睡到日上3竿了，也不知道给我老婆子问个好。哎，不说了，现在的年轻人没个规矩，你是打也打不得，骂也骂不得，一不小心就要被挂在网上当恶婆婆喽。日上你妈干，明明才早上8点半。好了好了，宝宝别生气了。老公看我神情不对，连忙安慰道：“我妈就那样，规矩比较多，实际上是刀子嘴豆腐心。规矩我还第一次听说，不敲门就进别人卧室也是规矩。”老公被我对得哑口无言，只得干笑了几声，承诺一定找机会和婆婆讲这件事。我沉着脸不说话，同为女人的我可太清楚了，婆婆今天这通电话绝对是意有所指，她肯定是在为之前网友骂她是恶婆婆的事耿耿于怀。这件事还要从我们恋爱时说起。我和老公陈亮是自由恋爱，第一次见面，我被他拉椅子的绅士动作吸引，而后陷入爱河，一发不可收拾。陈亮家似乎有很多规矩，因为我经常听他提起这2个字，比如进门的时候要给女士拉门，吃饭的时候要为女士拉椅，外出的时候要为女士拎包等等。刚开始我还对这种规矩很是受用，觉得这是男生绅士的一种表现，直到后来才觉察出点不对劲儿。比如陈亮家还有个规矩，回家不能超过晚上9点。当时我们正处于热恋期，经常晚上约会，可只要一超过9点，他妈必会打电话过来催他回家。那天我和陈亮看着电影，片末正煽情时，他妈的电话准时响起，已经9点了，怎么还不回家？陈亮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手机，纠结极了。儿子，儿子。婆婆的声音很大，穿透力极强，周围人都向我们投来了不满的目光。我看着陈亮不争气的样子，拎起包就走。眼见陈亮追来，我积攒许久的委屈一触即发。每次一到9点就打电话，怎么你是灰姑娘赶着变身吗？逛街、吃饭、约会，哪次你不是一接电话就跑？
上次是衣服试到一半你就跑了，还有上次接吻接到一半你也能跑。陈亮，你还算是个男人吗？今天可是我的生日，你说好了要陪我跨0点的。说着说着，我哭了起来。分手吧，妈宝男，就你妈规矩多，你和你妈一起过吧。因为这事儿，陈亮后来哄了我很久，可我还是气不过，把婆婆每天9点准时打电话的事发到了网上。9点宵禁的梗一下子火了，网友都纷纷来我帖子下面评论：哪里来的恶婆婆？什么年代了还搞宵禁？哈哈哈！可不敢说，毕竟我妈也天天催我回家。无语住了，家人们，你敢信？我都29了，点个外卖还和做贼一样。我妈一上厕所，追剧的我必按掉手机装睡。姐姐不要怕，打倒恶婆婆，你的爱情你做主。看着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经历，我也渐渐释然了。毕竟陈亮待我真的挺好的，温柔体贴不说，还十分细心，不仅在生活小事上对我照顾有加，就连我的生理期他都会详细记录。朋友们都戏称他比我还了解自己。的确，这样的细节控对于从小马马虎虎的我来说，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。我们的感情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受到多大影响，反倒是那条视频不知怎么被别人转给了婆婆。想必她是还记着那几条骂她恶婆婆的评论，这才有了今天早上这一遭。刚刚新婚，我不愿闹得太僵，在心里骂了几句后，还是利落地收拾了下，走出了房门。只见婆婆站在餐桌旁，绘声绘色地打着电话，旁边摆着的是一桌丰盛的早餐，什么包子、煎饼、油条、豆浆、汤粉，少说也有10几样，种类之丰盛，让人瞠目结舌。看着这么一桌菜，想起老公说婆婆刀子嘴豆腐心，我的内心竟然还愧疚了2分。妈，这早餐标准，我只示范一次，以后你记得每天准备。我准备。我瞪了一眼老公，他低着头，拽着我的袖子，小声嘀咕：规矩，规矩。看在老公的面子上，我闭了闭眼睛，平息怒气。怎么，您明天就回老家了吗？眼见婆婆一头雾水，我继续笑着解释道：您刚才说以后都要我准备，我还以为您明天就走了呢。陈亮是农村人，这些年他凭着自己的努力买了房子，虽说婆婆被他接来市里养老，但家里大部分亲戚都还在老家。我和我儿子在一起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婆婆突如其来的宣示主权，秀了我一脸。也好，市里毕竟医疗条件比较好，这样等我们搬进新房了，也方便常来看您。我不动声色地回击道，准备坐下吃早餐。我爸妈给我准备了一套新房作为陪嫁，只等全部装修好，我和陈亮就会搬到那边住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忍受婆婆嫁给陈亮的原因之一。谁知屁股还没落到板凳上，老公就又把我拽了起来，悄声说：妈还没坐呢。婆婆白了我一眼，长辈还没入席，你怎么能坐呢？都说省城的姑娘懂规矩，我看还不如我们老家的呢。进了我陈家的大门，就要守我们陈家的规矩。你记着，做我陈家的儿媳，不仅要每天早上问好，还要准备早餐。我爱吃中式的豆浆油条和煎包，我儿子爱吃西式的牛奶吐司三明治。这每天吃的不仅营养要均衡，还要不重样才行。还有啊，长辈落座后你才能落座，长辈动筷后你才能动筷。吃饭的时候，在我怒气值不断攀升时，老公安抚地在桌下拍了拍我的手，偷偷塞给我一个水煮蛋，
谁知这一小举动落在婆婆眼里，又是一番阴阳怪气。有些人倒是会享受，专挑贵的吃，吃就算了，还指使别人偷。够了！听到这里，我再也忍不住。没想到之前在新闻号上刷到的林府家规，这么快就出现在我身边，还是在我自己身上。首先，我没有吃早餐的习惯，如果你需要，我可以用你儿子的亲密妇帮你找个营养师。其次，我只知道扫坟祭祖的时候才需要每天早起。还有，尊敬长辈的前提是，长辈先把自己当成个长辈。我看您口中的陈家平时也是有够寒酸的，不然怎么陈亮拿个鸡蛋还得偷偷摸摸？我的火爆脾气，老公是知道的。见情形不对，他赶紧出来打起圆场。妈，婷婷才刚嫁过来，你非要新婚第2天就闹不愉快吗？老婆，咱妈也不是有心的，人家都说无规矩不成方圆。瞧着老公这副老好人的样子，我一摔门走了。婆婆事多，我隐约是知道的，因此早在结婚前，我和老公就达成了一致，日后坚决搬出去单住。只是如今房子还没装修好，又正值新婚，难免要在他家住几天，在我家住几天，要不忍一忍算了，反正明天回门，我可以趁机找借口留在娘家。我努力宽慰着自己，在花园打了一套8段锦后，心情平复了不少。陈亮的这套房子在郊区，虽然地理位置不是很好，但胜在价格便宜，绿化完善，吸引了不少年轻租客。电梯里总是贴满各种租赁广告，我无聊地四处打量，猛然看见一张903的租赁广告。903，那不是我们正在住的地方吗？难道老公想把这里的房子租出去，让婆婆跟我们一起住？我生气地撕下广告，想去质问陈亮，结果刚出电梯，就听见了婆婆和老公的声音。大约是我刚才摔门而出的时候用力过猛，大门弹开了条缝隙，这才让声音传到了公共走廊。妈，你就别生气了，您本来身体就不好，再气出病怎么办？老公细声细语地说道。你这个媳妇呀，脾气大得不得了。先前我就不同意你们的婚事，现在好了吧？你被他压得死死的。婆婆声音里颇是气愤，还带着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。我看她就是个狐妹子，才把你迷得5迷3道。她怎么跟你说的？怎么还要搬出去分家吗？我还没死呢。我不禁冷笑了一下。当初爸妈怕我受委屈，给我们买了一套60平的小户型，虽然房子不大，但足够我们夫妻2人生活，为的就是我在婆家少受气。这钱又不是婆婆家掏的，她还委屈上了。想到这里，我掏出手机，这么极品的婆婆，怎么能不剪几段鬼畜视频发给大家伙瞧瞧？哎呀，妈，你怎么就转不过来弯呢？婷婷她爸说了，等回门那天就把房子过到我们2人名下，我们就先在那边住着，等她一怀孕，可不就顺理成章的把你接过去了吗？握在手里的租赁广告越攥越紧，虽然之前有所猜测，但亲耳听到老公的这番话，我心里还是凉了半截。明明是之前商量好的事，他怎么能说变就变？就算他真的舍不得婆婆，也总该跟我商量商量吧。可婷婷如果不愿意呢？她敢不愿意？娶老婆不就是为了生小孩吗？到时候怀了孕，我若休了她，谁还要她？我突然觉得眼前的这个男人有点陌生。他明明昨天还在婚礼上说无论生老病死都只爱我一个人，如今却说我只是一个他为了生孩子的附庸品。还是我儿子聪明，只是等她怀孕要等到什么时候去？妈可不想和你分开这么久，
婆婆说着依偎进老公怀里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一直有帮她记录月经周期，上次排卵期前后，我都悄悄在套上扎了几个洞。老公的语气颇为得意，这个月她好像姨妈晚了半个月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妈明年就能抱大胖孙子了，哈哈哈！我捂着嘴，趁没人发现，坐电梯下了楼，大滴的眼泪不自觉流出，拿手机的手止不住颤抖。原来先前陈亮对我嘘寒问暖，还体贴地帮我记录每个月的姨妈期，竟是为了亏我还傻傻地以为这都是他爱我的表现，没想到他竟然藏了这种心思。他竟然为了想让他妈和我们同住，使出这般卑鄙无耻的手段。我漫无目的的不停奔跑，直到停下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跑到了社区医院。你好，小姐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吗？你好，我这个月姨妈迟了2周，我想查一下有没有怀孕的可能。那边抽血测一下 HCG 值，一般次日会出具电子报告。好的，谢谢。我想我当时脸色一定苍白极了，因为连抽血的大夫都再三问我要不要改天再来。坐在医院里，我脑海中像走马灯一样闪现着从前的小事，一桩桩，一件件。我还记得第一次去陈亮家时，我的面前摆了一盘辣椒炒肉，我对辣椒过敏，一点都不能碰。这是陈亮知道，婆婆也知道，可婆婆却说这是亮亮他大舅专门拿来的辣椒，你尝尝，这辣椒不辣。原来从那时开始，婆婆就在试探我的态度。是啊，哪有什么突如其来，明明一开始就有了预兆。我和陈亮也算是闪恋闪婚，结婚前妈妈多次劝我再考察，我却被小恩小惠冲昏了头脑，义无反顾地嫁给了陈亮，只因他的绅士行为。上次闹分手也是没几天就和好了。妈妈得知婆婆这个性子，一个劲地摇头，他妈那种人嫁过去有你好受的。那时我还在努力为陈亮家辩驳，哪里有点规矩也是好事，以后我也让他9点钟就给我滚回家，哈哈哈！妈妈，你就别再担心了，你和爸爸不是给我们准备了房子吗？我们婚后就自己住了，1年和他妈也打不了几次照面，没事的。我爱的是陈亮这个人，我是要和他过日子，又不是和他妈过。妈妈见我这个样子，只能无奈地叹气。他和他妈妈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一家人，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？算了，既然是你选择的，妈妈祝福你们。如果受了什么委屈，咱就回家。爸爸妈妈永远为你保驾护航。爸爸不善言辞，他只会笑嘻嘻地说：“管他陈亮张亮，只要我的女儿幸福就好。”为了让我少受委屈，爸爸还用他的公积金贷了个小户型。原本该退休颐养天年的年纪，又背上了房贷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心中又一阵酸楚，忍不住嚎啕大哭了起来。亏我还笑话王宝钏挖野菜，原来我才是那个恋爱脑。王宝钏只是自己入了寒窑，我还拉上了无辜的爸妈一起受苦。想起明天是回门的日子，我给爸妈打了个电话：“女儿，你放心，明天你让你婆婆一起过来。今晚我就起草了一个刘氏家规，敢欺负我女儿，我让她吃不了兜着走。”我答应道。还好我还有世上最好的爸爸妈妈，哭过了，倾诉过了，我的心也平静了很多。我决定要和陈亮离婚。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回了家，老公和婆婆也非常默契地没有再提刚才的事。明天就是回门的日子，既然老公这么期待，婆婆又这么懂规矩，那就让我们刘家好好准备一下吧。我佯装示弱地先开了口：“妈，
明天是我们回门的日子。您看，回门刚嫁进来就想着花钱。婆婆小声嘀咕了一句，接着说，刚好家里还有剩的半箱苹果和梨，虽然放了半个月，但品质都挺好的。你挑几个拼个果篮给你爸妈带去吧，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我在心里无语住了，轻咳了一声，妈，我不是说这个，我们那边的规矩，如果婆家跟着一起去的话，会返还一半彩礼。婆婆闻言眼珠一转，随即拉着我的手说道，什么返不返还的呀，给你们的就是你们的了，不过这亲家的规矩还是要遵守的。老话说得好，礼多人不怪，妈跟你一起去，这样也能体现出对你的重视。真的吗？那可太好了，我开心地说道。那我们明天就一起去喽。转过脸，我的笑容渐渐隐去。规矩而已，谁家不会立？明天就让你尝尝我们刘氏家规的厉害，用魔法打败魔法。妈，那个我家的规矩，新人走大门，来接送的人都要走小门。我指了指通往地下车库的通道。婆婆皱了皱眉头，我可是你婆婆陈亮的亲娘，我知道这实在是委屈您了，可我故作为难道。陈亮拉过婆婆，悄声说，妈，你想想一半彩礼。婆婆这一想不打紧，还真从小门溜了进去，能屈能伸。以前我真是小瞧她了，我们地下车库设计的弯弯绕绕，要多花1倍时间。我说着要新人先上楼，便先拉着老公上去了。刚进门，老公的手机就响了。喂妈，什么？电梯坏了。哎呀，真不凑巧，这小区是老电梯了，时不时就坏。我插嘴道，要不辛苦婆婆爬下楼梯。老公刚想推脱，但看着我爸妈稍显不悦的神情，还是如实转述给了婆婆。能听出电话那头的婆婆语气不善，但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。趁没人注意，我爸调皮的和我比了个 OK 的手势。刚才我们一上来，老爸就打电话通知了电梯报修，维修工带着叮叮咣咣的工具把电梯停下检修，这才使婆婆左等右等等不来电梯。我家住在16楼，虽然不高，但也够婆婆爬上许久了。亲家母，你好你好。我妈见了婆婆，忙不迭地握手。婆婆平时在家都是坐着享清福，哪里有过这么大的运动量？此刻已经累得顾不上客套，一屁股坐了下来。妈，我悄声提醒，不动声色地把她拉了起来。我们家主人和新人没有落座，外人是不能落座的。好好。婆婆一边答应，一边喘着粗气，拿袖子擦着额头的汗珠。今天也都没有外人，大家都别站着了，赶紧入席吧。爸爸发话后，婆婆迅速坐了下来。妈，您怎么又忘了要新人先落座，婆婆才能坐呢？我再次将婆婆的屁股与难舍难分的凳子分开，然后发表了一段长达5分钟的精彩演讲，来感谢我的父母。婷婷，老公拉了拉我，注意时间，咱妈都站半天了。原来陈亮不是不会心疼人，只是不会心疼我呀。老公，你说什么我没听清，你是不是也想和我父母说2句？话已至此，陈亮不说也得说，他也站起来举起酒杯，发表了一番谢词。我看着婆婆略微颤抖的站姿，微微一笑。饭局都是如此，难免会说些场面话，想必婆婆这么懂规矩的人一定能够体谅。而后的饭桌上，我将婆婆她教给我的规矩一个也没落地还给了她。哎呀，您看我这记性，我故作懊恼地和婆婆说，我怕您吃不惯我家的菜，昨天特意嘱咐我妈准备了您爱吃的，给您预留到茶几上了。婆婆随着我的视线瞥到了客厅茶几，脸色一下五彩纷呈。
刘婷婷，你别太过分。老公低声警告道。我怎么了？我一脸无辜。我这还不是照顾咱妈的口味吗？妈，您去看看，您绝对会喜欢。要不说婆婆能屈能伸呢。直到打开茶几上的盘子，看见那100个茶叶蛋时，脸上才渐渐挂不住。您不是喜欢吃鸡蛋吗？昨天我妈一听说，就亲自下厨卤了一大筐，用的都是顶好的茶叶，金贵得很。您一定得给个面子吃光呀！眼见着婆婆的脸色越来越黑，我给了爸爸一个眼神，爸爸示意收到，随即开口道：小陈呀，之前说房子要加名字的事，陪嫁的房子是爸爸用他的公积金贷的，所以主贷人是他。我是家中独女，自然没什么意见。只是当初陈亮说，既然是陪嫁，还是加上我们的名字好，这样不仅更有陪嫁意义，将来等我们条件好了，也能帮衬着还点贷款。婆婆一听这话，脸色马上多云转晴。亲家公，你看你俩孩子还小，得让他们自己奋斗奋斗。老爸摆了摆手，似模似样地说：这是之前答应好的陪嫁，自然要给。只不过他话锋一转，只不过我前几天去房产中心问这事，他们说新产证下来还要一些手续。亲家公，这你放心，婷婷在我们家住的可好了，我都把她当自己亲闺女。爸，我打断了婆婆的话说道，我还是想多陪您待几天，这样手续办理也能更快些。陈亮闻言也非要住在我家，说什么我不在他睡不着。想起他那番恶心的言论，我忍不住反胃。陈亮看见我反胃，却是心下一喜，然后故作担忧地说：婷婷，你没事吧？我真不放心你，还是让我留下照顾你吧。婆婆一边吃着茶叶蛋，一边连连称是。吃了30几个茶叶蛋后，婆婆把剩下的打包走了，都是亲家的一番心意。她说：亮亮，你就在这里好好照顾婷婷，妈先回去了。婆婆走后，我随便找了个借口，和陈亮说在娘家不能同房。爸爸妈妈欲言又止，看看我这副样子，也没开口。晚上，我查到了医院的检查报告，结果为阴，我也不必再有任何顾虑，可以着手安排和陈亮离婚的事宜了。虽然心里早早有了准备，可我躺在床上还是一夜无眠，回忆起那些往昔的爱意，就犹如脑子里装满的水，既汹涌又可笑。混乱的思绪反而提高了我对声音的敏感，比如阳台边低声的对话。陈亮是第一次在我家留宿，他不知道我的卧室和书房的隔墙是后建的，所以即使他刻意压低声音，我却还是能听得一清二楚。妈，你别担心了，我这里一切都好，今天真是让你受委屈了。陈亮的声音徐徐传来，原来是在给婆婆打电话。妈没事，只要你能顺利拿到房子，妈怎么着都行。难道他指的是爸爸给的房子？听到婆婆这么功利性的话，我心中有些不爽。只是你媳妇那么厉害，你将来会不会受她欺负？哼，你看见她今天那个样子了吗？8成就是怀了，只要一怀孕一生娃，她就肯定走不了了。到时候不还是得乖乖听我的？你小子真是越来越有本事了。婆婆言语里满是欣慰，这样也好，不然妈还总为拆散你和小月的事耿耿于怀。妈，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。陈亮像是被触及什么伤心事，声音陡然悲伤了几分。小月那么好的女孩，一定会找到更好的人。你们俩还有联络，可别被你老婆抓住辫子。偶尔，毕竟是5年的感情，如果不是因为他家太穷，我也不想分手。小月，我好像在陈亮的朋友圈里看过这个名字。我们闹分手的时候，他发过一条朋友圈，
只有一个月字，配图是一个酒瓶。后来我曾严刑拷问过他，他解释说我不理他，他只能举杯邀明月，却不知原来他是要对影成三人呀。是啊，爱与不爱太明显了。陈亮会因为婆婆反驳，对我却只有乏乏的规矩说辞。我本以为自己已经不会再恨，可心口还是胀得发疼。我烦躁地拿被子蒙上头，不想再去理会这两人的悄悄话。可下一秒的对话却让我震惊不已。今天房东又来催房租了，婆婆说妈这次又装病骗了一回，但好像撑不了多久了。知道了妈，这几天你自己散步，记得别超过晚上9点，不然没人帮你刷门禁卡。房租、门禁卡这个词在对话里显得格格不入。作为业主，不应该只有一张门禁卡才对呀。联想起陈亮家9点宵禁的奇葩家规，我不由得心中一惊。难道说陈亮家的房子是租的？一通翻找后，我在衣服口袋里找到了那天被捏得皱皱巴巴的广告。当时没觉得有什么，如今仔细一看才发现，上面的联系电话根本就不是陈亮的。我想了想，掏出手机拨通了单子上的电话，对面是一道粗犷的男声：你好，请问903是在租赁吗？很快，我加了那位大哥的微信。据他所说，上个租户已经拖欠他2个月租金了，所以这个月他将会强制让他们搬离。我回忆了一下，2个月前大概就是陈亮给我家送彩礼的时候了。我爸妈开明，只要了陈亮家8万8的彩礼，可婆婆却哭诉他们孤儿寡母的还房贷不容易。最终我们只接受了他家18800的彩礼。原来这竟是他连房租也算进去才凑够的钱。怪不得陈亮比我还迫切的要搬进新房，怪不得他非要让他妈与我们同住，甚至不惜为此使出下三滥的手段。现在一切的一切都说得通了，唯一的困惑就是我了解陈亮的收入，如果只是租房而不是还房贷的话，明明他应该有不少结余才对，除非是被他偷偷的送了人。比如，我的眼睛瞟着窗边的月亮，冷冷一笑，随即给之前联系的离婚律师发了微信：何律，关于我之前说的要和先生离婚的事，可能要重新商议了。我怀疑陈亮在骗婚，甚至还可能婚内出轨。第二天，我以房子的事为由头，找陈亮拿了银行流水和身份证。陈亮很聪明，每个月都往自己的另一张卡上打一笔钱，伪造成还贷款的假象。顺着这条线索，我拿着身份证又查了他另一张卡的流水，除了交房租外，他还有一笔转账给他的月，每一次转账都会附一句贴心的问候。从无1月间断，妈妈在饭后偷偷拉住我：婷婷，有件事想和你商量下。之前说给你陪嫁的房子，我和你爸左想右想，还是觉得加上小陈的名字有点不妥。但如果你坚持的话，妈，你说的对，之前我太傻，没有一点财产保护意识，觉得结完婚就不分彼此，所以吵着闹着要爸爸加上陈亮的名字。如今想来，真是可笑。婷婷，你们闹别扭了？妈妈小心翼翼地问道。陈亮他妈妈的事也别太在意，往后日子到底还是你们2个来过的。看着爸妈担心的神情，我深吸了一口气。爸妈，我准备和陈亮离婚。什么？我想这事瞒不了很久，就索性说了。我把这几天陈亮和婆婆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爸妈。妈妈气得直掉眼泪，爸爸则直接要去找陈亮干架，还好被我拦住了。对付这种人，不必弄脏自己的手，交给法律就行了。
律师拜托了一个侦探朋友，查出陈亮的出轨对象王月是竞争公司的员工。这下事情变得更精彩了。陈亮的手机对我并不设防，我很顺利地打开了钉钉，找到他几个大领导的工作邮箱。我是陈亮的妻子刘婷婷，我实名举报贵司职员陈亮婚内出轨竞争公司员工，疑似泄露公司机密信息，并附上查到的资料、陈亮的银行流水和转账记录，一键发送。虽然不知道陈亮有没有真的泄露机密，但最近他们公司竞标屡屡失败，真的假的就交给他们公司高层来评判吧。陈亮很快就收到了停职通知，一连几天都蹲守在公司楼下，说有人冤枉他。后来被保安以扰乱治安为名扔了出去。我看他这几天心情低落，顺带通知律师把离婚协议也给了他，方便补刀。出乎意料的，陈亮没有什么反应，只是发微信说想约我在新房里再见一面，商量一下离婚的相关事宜。我和陈亮坐在沙发上，一言不发。这张沙发是我们一起去宜家买的，挑选了很久才选到了两人都满意的款式。婷婷，你变了。陈亮先开了口。变了吗？我突然想起，其实我好像更喜欢另一款沙发，只是陈亮说贵。你是指你和你妈特意将我过敏的菜摆在我面前，现在却觉得我翻脸不认人，还是指我因为体谅你改变主意选了这款沙发，而你转身就给情人打了钱？又或是你觉得你做的这些都很隐秘，我和公司永远不会发现？提起工作，陈亮的眼里一下充满怒火，他狠狠将我抵在沙发上。老婆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你别忘了，这房本上写的可是我们两个人的名字。陈亮的手在我脖子上慢慢收紧，他的力气很大，我却轻轻勾起嘴角。这套房子在设计之初，除了常用的监控摄像头外，我还加了套一键报警的安保系统。陈亮为了拿到这套房子如此忍辱负重，定然不会轻易与我离婚，所以我故意激怒他。这下他除了骗婚和婚内出轨外，又多了一条家暴的罪责。要不说科技改变生活，警察很快过来带走了陈亮。有了我这个人证以及监控物证，婚内纠纷很快就转到了离婚官司，然后又转成了骗婚案件，看得警察都瞠目结舌。加上与房东的通话佐证，陈亮伪造个人财产情况骗婚骗房的罪名成立。100多万的房子呀，够他关好几年的。剩下的事情不着急，就交给律师吧。我给903房东打了电话，说自己愿意多出500元的租金，请他抓紧时间请走之前的租户。一边是拖欠房租的老婆子，一边是愿意出高价的新客，房东忙一口答应。出乎意料的，婆婆竟然给我打来了电话。婷婷呀，家里出事了。我打亮亮的电话打不通，想必他还不知道他的好大儿正在警局里写检讨。这种好事我怎么能错过呢？我连忙一口答应。到地方时，婆婆正躺在地上撒泼打滚。哎呀，我不活了，大家都来看看呀！他们趁儿子不在家欺负我一个老婆子。房东似乎很是无语。大娘，我这房租都给您宽限3个月了，您一直不交房租，我也要生活的呀。婆婆继续无理取闹，甚至佯装要从阳台上跳下去，多可笑呀！这泼妇的样子，仿佛和之前气宇轩昂叫我学规矩的判若两人。婷婷，你来得正好，咱家进强盗了。婆婆看见我，仿佛看见了救星。你快报警，把他们都抓起来！我告诉你们呢，我儿媳可是来了。
有事你们找他，他有钱。房东看看婆婆，又看看我，一脸疑惑。小姐，这租户是你婆婆？我冷冷一笑，什么婆婆呀？我跟她儿子已经办离婚了，我俩不熟。婆婆听了这话，也不知是一时激动还是怎么，竟然失足从阳台上掉了下来，抢救无效死了。我以婚内出轨为由，让律师找王月索回部分财产，然后将钱款一次性转给了房东，远离了这个伤心之地。重新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后，我又变成了活泼开朗的小女孩。倒是我爸深受打击，跑去健身房学了拳击，声称要等陈亮出狱后再揍他一顿。后来有人给我介绍新的对象，遇见合适的长相，我也不排斥。他们表现的也是那样绅士，会说爱我，会说永远对我好。可经过这一遭，我渐渐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爱。爱不是体贴，不是细心，爱就是爱。爱不是对我好，因为每份爱在爱时都会对人好。如今我每天吃妈妈做的饭，再陪爸爸练拳击，日子平淡又快乐，这样不好吗？要知道，世上还是爸爸妈妈好。哦，对了，人美心善的我清明还给前婆婆头七烧了纸。这次我起得很早，毕竟我妈说了，祭祖要赶早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